几千年前，罗马人发明了一种得以让他们建设庞大文明的材料。老普林尼夸赞一个由这种材料搭建的海堤，称之坚不可摧，并且日益坚固。他说得对，这建筑大半至今犹存，历经会摧毁现代建筑的数千年的恶劣环境而留存下来了。今天的道路、人行道、桥和摩天大楼，由没有那么耐用的类似材料混凝土制成。世上平均每个人有3吨混凝土，今后的40年，每个月的消耗量都足够建造一座纽约市。混凝土塑造了我们地平线，但不局限于此。混凝土还惊人地影响过去1个世纪的全球升温。这个趋势已经改变了世界，并且温度上升将会在未来加剧。从公平角度评价混凝土，其实人类所有的行为都会促成温室气体排放，造成全球变暖。绝大多数的排放源来自我们没察觉到，却处处影响我们生活的工业活动。看看你的家，冰箱连同其他加热和制冷装置，占了大约6%的总排放。生产食物的农业占18%，电力占27%。出去走走，驶过的车，头顶上的飞机，在这通勤的人们的火车，各种交通工具，包括船舶，占温室气体排放的16%。甚至在我们使用这些东西之前，制造它们都会造成排放，很多排放。制造各种材料，混凝土、钢铁、塑料、玻璃、铝和其他，占温室气体排放的31%。单单混凝土便贡献了全世界8%的碳排放量。而且，想减少混凝土造成的排放，比减少其他材料造成的排放更难。问题出在水泥身上，它是混凝土4种主要组成原料中的一种。水泥将其他3种原料碎石、沙子和水粘在一起。不幸的是，生产水泥的过程中是不可能不产生二氧化碳的。CaO 及氧化钙是生产水泥的核心成分。我们从由 CaCO3 碳酸钙组成的石灰岩中提取氧化钙，通过加热石灰岩，从 CaCO3 中提取 CaO， 剩下的便是 CO2 及二氧化碳。每生产1吨水泥，便要排放1吨二氧化碳。虽然这个问题很棘手，但这意味着混凝土可以帮我们第3次改变世界。做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，并且使我们的气候更稳定。今天没有100%洁净的混凝土，但有帮助我们达到目的的好想法。制造石灰的过程会燃烧化石燃料去加热石灰岩，这也造成温室气体的排放。用清洁能源或者其他燃料加热石灰岩，就会消灭这些排放。至于对付石灰岩自带的二氧化碳，最好的办法便是碳捕获。确切来说，在二氧化碳产生之后，并且在其进入大气层之前将其捕获。现在有可以达到这种目的的装置，但是由于没有经济激励，它们的应用并不广泛。运输并且储存被捕获的碳非常昂贵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一个公司找到了可以永久在混凝土里储存被捕获的二氧化碳的方式。其他创新者在利用混凝土的基础化学原理。有些人研究减少混凝土里面的水泥成分，从而减少排放。其他人仍旧在尝试探究和复制罗马混凝土的秘密。他们发现普林尼的记载准确无误。罗马人在混凝土里加入了火山灰，当火山灰与海水发生反应，海水使火山灰变得更坚固，比任何今天所使用的混凝土都更坚固和持久。把这些新的发现加入到现代创新者的宝库里，我们期望可以复制他们的成功，不仅建造更加持久的建筑，还确保我们的后代在几千年后仍能够欣赏它们。
我们拥有能够拯救世界的工具和知识，但您接下来该怎么做呢？访问 ed.ted.com/earthschool，获取路线图和能够产生影响的具体行动。